所有的球迷朋友，晚安，你好，欢迎收看气排20年。我们在这周来到了高雄凤山体育馆，那今天的第二场比赛是女子组赛事，将由地主高雄台电面对毅力营造。那么毅力呢，其实在前2周苗栗的比赛拿到在今年赛季的首胜啊，所以目前的战绩呢是1胜7败。台电呢目前积分9分，不过因为出赛的场次比较少，目前只有打了5场比赛啊，所以在积分方面呢只有得到9分。反正金华呢目前在出赛场次比较多，而且胜场数呢也压过了新北中鲜，所以目前的积分呢是14分。那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前3名目前的球队其实它的胜率都在60%或者是以上。那么其他球评呢是我们的自由女神杨梦话，我是波威。梦话你好，晚安。你好，各位观众好。好，这个来到了高雄的主场啊，就是梦话应该在这个场地或者来到这样的环境，应该其实会有蛮多的心里的话想要跟大家分享啊。没错，就是非常熟悉，然后我觉得来到这边都感觉很温馨这样子。其实刚刚我在外面看到这个，在进场的时候就看到很多这个台电，包含在南部啊、高雄屏东营业处的这个员工啊，就是在门口换票，然后换一些相关的一些这个纪念品啊，我就觉得其实这样子的主场经营就很有那个氛围。对，没错，尤其是像我们公司其实就在旁边，走路10分钟其实以内会到的，所以其实有很多公司的员工啊都会来这些场地帮我们的男女排加油哦。对，而且还有很多这个除了员工之外，还惜家带眷哦，带小朋友啊，带家人，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在地推广的一个精神嘛。对，没错，尤其像这种运动赛事最近也很夯，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呼吁大家可以进场来看球。好，那我们马上稍后要介绍2队的球员进场哦。不过其实在今年呢，毅力营造跟高雄台电是第一次对上啊，因为在今年的这个赛制安排的关系啊，其实北中南啊，考虑到大家舟车劳顿哦，那另外在生产安排上会尽量让大家可以减少这个移动的距离啊，所以先前毅力都是跟中鲜和金华来对阵。那反而是南部的球队呢，这毅力营造今年是第1度的交手。对，没错，因为其实现在大大小小的比赛要开始了，不管是企联，然后也还有大专杯、高中联赛，其实都已经陆陆续续开打，所以我相信球员在这些比赛当中一定会有非常多的收获哦。好，介绍今天执法的2位裁判，第1裁判徐耿豪，那第2裁判呢，则是刘胜豪。来自高雄市。第2司线员国家 A 级裁判庄佩琪小姐来自。那分别左一右呢，分别由尹博勋以及庄佩琪来担任司线员。接着为您介绍本场比赛控制委员，审判委员黄之南先生，来自屏东县；裁判技术委员朱光荣先生，来自屏东县。好，本场比赛场边的2位委员呢，分别是黄之南跟朱光荣老师。好了，各位现场的长官、贵宾以及到场声援各比赛球队的球迷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了，我是高雄台电主场日的主持人，也是帮助各位来触电的主持人洪清。那今天呢是高雄台电主场日第2周的第1场赛事。那相信呢各位球迷朋友在入场前都有拿到高雄台电女排为大家准备的拍拍扇。还有女神小立牌。好的，那今天呢，在凤山体育馆的外围呢，也有准备我们的运动闯关市集，欢迎各位在欣赏精彩赛事之余，到我们的体育馆外面来参加闯关游戏。好的，今天呢是高雄台电气排20年在高雄凤山体育馆的第2周的赛事。上礼拜因为全场共同集气来加油，所以我们高雄台电在上1周取得2连胜的佳绩。那今天呢，同样有许多的长官贵宾都特地到场来支持高雄台电女排。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今天莅临现场的长官贵宾。好，接下来由我来介绍今天莅临现场的长官贵宾。第1位要介绍的是中华民国排球协会龚建荣理事长。第2位要为各位介绍中华民国排球协会企业联赛推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吴忠明老师。
紧接着为各位隆重介绍的是高雄市体育总会的黄忠荣副理事长，感谢副理事长今天莅临排球的比赛现场。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是高雄市体育总会排球委员会黄焕勇名誉主任委员。好，接下来是我们高雄台电女排最坚强的发电机，也是我们的雷神索尔，一起来欢迎高雄台电的领队，也是台湾电力公司凤山区营业处洪通泽处长。好的，压轴为各位介绍台电公司凤山区营业处的钟慧珍总务经理。好，再次欢迎所有的长官贵宾的莅临。好的，接下来呢，今天这场赛事高雄台电女排，我们要对上的是非常年轻、具有潜力的毅力营造，所以我们先来介绍毅力营造的球员及教练名单。10号吴文轩，2号邱凡琪，15号曾雨柔，4号简艺文，5号陈毅，6号陈平宇，7号吴子华，9号张庭伟，11号江晨毅，12号林喜，13号张云珍，17号卢嘉文，18号马德荣，99号李君妮。为各位介绍毅力营造执行教练林庸顺先生，教练郭明香小姐，教练庄明瑞先生。好的，介绍完客场球队之后，请全场的观众朋友将你的目光转到我们的南门处，一起来欢迎地主球队高雄台电队出场。率先登场的是高雄台电最坚强的教练团，一起来欢迎执行教练小毛张丽宇。第2位介绍的是教练郭静怡小姐。下面一位登场，教练王前斌。紧接着登场，教练姚承山先生。下面一位登场，体能教练陈子豪先生。最后登场的教练团，一起来欢迎防护员曾宣琪小姐。好了，我们掌声不要停，接下来要欢迎的是球员进场。那今天的球员进场非常特别，他们都有带领了我们今天的进场嘉宾，一起来欢迎们。首先出场的是4号主攻手陈思宇，带着他的弟弟，想要给台电队的祝福，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紧接着登场是背号5号自由球员吴敏玉。陪他出场的是黄新宇，紧接着登场背号8号副攻手洪诗涵，跟着他的父亲一起进场，无所畏惧，锋芒再现。紧接着登场的是9号主攻手蔡佑群，带着他的朋友一起出场。紧接着登场的是背号11号举球员洪家尧，带着他的弟弟洪君威一起出场。紧接着登场的是背号13号中间手包英奇，带着他的朋友张宇璇一同出场。紧接着登场的是背号20号副攻手黄敬轩，带着他的父亲黄昭伦先生一起出场。好了，接下来用你更大声的加油声，一起来欢迎高雄台电先发球员进场。第1位登场，背号1号中间手胡小佩，带着他的妈妈曾妈妈一起进场。
第2位进场的是背号2号举球员刘玉纯，带着他的父亲一起登场。接下来进场的是3号中间手曾婉玲，带着他的朋友李传兴一起出场。接下来为各位介绍背号10号主攻手徐婉云，跟他一起出场的是非常可爱的许爸爸。下面一位登场，背号12号主攻手彭雨柔，一起进场的是雨柔的妈妈。紧接着登场的是背号14号主攻手许慧怡，跟他一起出场的是他的姐姐许慧敏。压轴登场，背号17号自由球员钟鸿旭，带着钟爸爸一起出场。好的，再次用你最热情的掌声，给我们地主球队高雄台电队一次最热情的尖叫声。好，也再次感谢所有长官贵宾的莅临，也希望2队能够打出最精彩的球赛。更精彩的球赛，我们正式开打。好，今天的第2场比赛，高雄台电的主场赛。看下在今天呢、这个先发的6人当中，前排呢是彭雨柔，另外搭配了胡小佩。徐婉云，另外后排呢则是许慧莹，另外3号的曾婉玲，以及在右下方2号的刘玉纯。毅力营造呢则依然是简一文，另外搭配马德荣、陈平宇、陈毅，另外还有吴子华以及13号的张允珍。好，这是在这个2队的身高啦跟经验啦，当然就是台电这边还是毕竟是训练有素的球队啊。不过其实毅力营造蛮有意思的是，其实我们看一下过去他8场比赛，虽然说只有拿到1胜7败，不过很有意思的是8场比赛里面有3场比赛，他们其实在第1局其实都是先下一城。但是呢，可能在2、3、4局没有办法把这个攻势给盯住。那一方面可以解读，可能是毕竟球员比较年轻哦，所以面对对方如果在临场的调整，他们反应的速度是花比较长的时间。对，没错。就尤其像是在毅力，其实他们的身材也是不错的哦，只是就像是就像是他可能应该就是在经验上比较不足啦。那所以在第1局可能是气势很旺的时候，他们是可以拿胜，但是可能我们学姐这边赶紧调整回来，2、3、4局的部分，他们可能会比较没有经验的状况下，就没办法得胜哦。那刚才我们在画面的左下方有出现 QR code 啊，扫码呢就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好礼。那在我们的转播当中时不时会出现呢，所以我们的球迷朋友可以注意一下我们在转播左下方的画面。好，首先有毅力营造先发球。对，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像徐婉云这样的攻势哦，其实梅梅这边可能就要了解到说，婉云可能会打这种球部分，在队形的调整上哦，在手中的这个位置哦，一定是要往直线这边补位的哦。哇，徐婉仪在这个队上啊，得分其实占了蛮高的比例哈。没错。贴网过。快攻。连续2次的前排中派都得手啊，这个快攻拿到分数。那其实刚才看了一下，在这个以球队攻击的比例来讲哦，徐婉云他们在今年的攻击的成功率34%，但是呢，他这个189次进攻机会是全队之冠。是因为他身兼了主攻手的角色哦，所以他的球数自然就会偏比较多一些些。对，哇，结果没有过网。对，现在在目前前排的徐慧莹哦，他其实也算是比较下场经验比较没有那么足够的哦，所以我相信教练也是有给他了十足的一些信心哦，让他可以再多一点把握跟发挥。好，毅力营造这边就陈平宇发球，第一次防守成功，换边再来，小吊，机会来了。
防守好球。哦。 哇，在一开始是这样，以1-0营造的防守来讲啊，其实连续几波的来回，其实跟学姐倒是不落下风哦。对，尤其像他们刚刚其实在得分的时候，整个气氛是很好的哦。所以说，光看第1局来讲，其实毅力通常打的都还蛮不错的。是。 哇，不过陈怡这球被逼的，只能够往一个比较大角度的地方去做攻击了。对，不过我想陈怡他这个攻击是想要挑战学姐的一个拦网 touch out 哦。那我觉得这样的攻势也是很好的，要多方去尝试。好，胡小佩发球，再踹一次。换边的攻击。是。 开始1-0营造倒是在攻势上打得还蛮灵活的哦。对，其实这样子，他们有这样子的开场是很好的哦，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在看比赛的话，其实上一场是打了5局大战哦。那他们能够不被影响，这5局大战影响，一开始就有这个活络的感觉，我觉得很棒。哦，输二追三，然后对，不容易哦。是。 不过在前一场，毕竟连庄跟台电哦，其实在第1局打就很僵持，所以5局当中没有说哪一局是很轻松拿下的。对，快攻！啊，防守被抓到，换边攻击出界。 反倒是台电这边倒是打得比较保守一些些哦。是，对。接发球，后排，对自己接发球，再做一个进攻哦。我相信在攻击手的一个心态来讲，其实会比较顺啊，感觉是自己有接到位，在做进攻来讲，把握度应该都比较高哦。从后排的攻击。 许慧莹发球，第1次攻击，换边贴网，哎呀，还有，哇！不过这一次倒是台电的攻击硬是让1-0营造这边吞下去了，这个救得漂亮。是。 感觉上好像起跳速度稍微慢了些。对，因为其实对于婉云这样子的攻击手，确实拦网要慢一些些。对，如果让他早一点看到攻击手的手的话，他就会使用touch out这个技巧。对，好像吊球没有成功，一样后排。 其实有一点运气成分哦。对，但是在球员其实这样接发球，他们必须还是要先看一下发球的轨迹哦。是。既然碰到网子，它其实球一定会落在前面嘛，应该去前了哈。对，所以是球一定要把球看完哦，看完整哦。哇，连续2次的发球得分。像那种年轻的球队其实就是这样，然后他一开始攻击打顺的时候，其实很多动作他都敢尝试。对，没错。 不过就还是要觉得，毅力这边很棒的是，他们很勇敢去尝试。对。其实这也是年轻球队最大的本钱，他比较没有包袱。那通常比较精英的球队打的，就像刚才梦话讲的，这可能在防守上面会比较保守一点点，对，先求稳。对。哇，一开始毅力反而是取得在分数上的领先哦，连拿了4球。 对，整体看起来像目前台电是稍微比较被动一些些的。好，罚球挂网换边攻击。哇，不过在这一波从4比6开始追起，反而现在取得了分数上的领先。曾婉玲发球。
打得很巧，还有先过网。今天倒是2号位伊利营造这边的攻击成功率还蛮高的哦。对，没错，简英文这边在后排哦，确实有他的强项哦。对，他不管是在他今天表现很好，但是他前几场其实让人家打得也非常印象深刻哦。是，毕竟在身高这边算是伊利营造比较突出的哦。是。后排陈毅。 快攻，连续攻了2次都被挡下来，这打得非常聪明。哎呀，看到了在靠近4号位的地方有一个空档啊，轻轻用指尖把它给拨过网。哦，突然几次的来回，伊利在这个防守上有点乱掉了。 哇，是以攻击的主动性跟攻击的次数来讲，现在是毅力比较多哈。那台电还是比较居于这个防守跟攻守的转换为主。对，其实要特别提到，像平宇这样子的攻击手，他其实在打他需要真的是他的强项。所以反观。 在梅梅这边拦了婉云是慢跳，那平宇这边的拦网确实，我们这边台电也是，拦网也是要慢一点跳哦。哎呀，搭配上一个失误，对，这有点非救破失误哈。对，哎呀，哇，这一分其实有点是白白送给了伊利营造哦。哇，这一波连续的上分啊，取得3球的领先哦，11比8。 还是靠着贝贝拿到了一个分数。台天现在感觉到攻势上好像还没有连贯串联起来的机会哦。就像我说吧，因为其实像比较成熟队伍，他们都会打得比较保守。那所谓的保守，也是因为他们是今年的赛季是第一次交手的、哦。 所以我在想，他们应该也是先以一个比较稳扎稳打的方式，先去面对伊利营造。不过这个发球的分数自己要能够把握啊。是。12比9。好，救起来还有哦。对，在修正方这边稍微球速。 有一点快，造成了陈毅这边攻击的一个脚应该是越线。对。我看整个已经超出了这个攻击的框框了。发球选择发短，不过在前排的处理其实是蛮到位的。是。简一文在今天攻击的手感依然不错。 像我们刚刚讲，今天其实，在2号这个地方的攻击成功率蛮高的哦。对，因为这边本来就是艺文这边的强项位置嘛，那对应到这边的拦网是比较少下场的许慧颖这边哦，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教练啊，或者是伊利营造这边的梅梅，他们也都会针对台电的这些阵容下去做一些攻势上的调整哦。洪宇柔刚才在这一分很快的重锤扣进分数，11-13。聪明，在空中选择变换的方向。对，尤其他是有一点面直打斜哦，是靠一个手腕的方式攻进斜线。是。哇，确实在空中的反应调整的很快哦。是。 毕竟他也是要去闪避学姐很高的拦网哦。好，这时候张庭伟上。开局伊利营造打的其实确实是不错哦。好，第一局的中段，这几波的发球对伊利就蛮重要的。有没有机会在这个时候把分数给拉开呢？再次贴网过。 有群，
右曲一上场就建功哦，因为他其实应该也是有判断到前排拦网方这边停位的高度是比较矮的，所以他选择了直线的进攻。修正婉云，后排，哇，连续几波台电都是先用防守的方式转换，陈毅再给轻挑，陈毅连攻了2手，婉云，哇，这波双方的攻防互有来回啊，硬是攻下去，哎呦喂呀！其实两方在攻击的其实有手嘛，那我觉得在攻击的部分哦，稍微可以再多一点想法，不要都只有打太正面的球。所以我就觉得说，像婉云这边可以也是使用他的强项touch out啊，去进攻啊，对。就感觉到现在在两边攻击上，特别台电这边就显得比较单调一些哈，对，就是攻击就是1-2-3，1-2-3，这个节奏也没有变换哈。好，东接外回救，长 spot， 哎呦，准备太慢了一点，对，双方都有一点急躁了一些，对，是。刚才这一波来回，两边都有点混乱哦。是，尤其像在110造这边，林喜刚的呛子哦，他应该是要放的更慢的更慢的节奏，来去把这颗球先稍微把节奏放缓一点点。快攻，对，是110造这边的快攻哦，确实是他们的，我觉得是强项啦，因为我觉得他们快攻的出手是非常快的哦。所以今天其实在这个篮中这个位置，快攻的次数没有这么多，所以有点奇袭的效果。是，哇，不过这个发球直接送了对方分数。好，这个对于台电来讲，这个发球就很重要了。刘玉纯，哇，反而我觉得台电在今天防守上面，感觉上有点重心，应该说是防守上整个的这个轮转跟重心有一点，好像沟通的没有这么清楚。对，连接上感觉缺少了一点东西，因为有看到其实他们跟以往的阵型是有一点点调整的哦，所以其实球场上有6个人在打球，那其实只要换个1-2个主力或者是不一样的人，在整个默契上哦，都还是会有差的哦。对，就是感觉今天台电先不做进攻啊，防守上好像觉得有点卡卡的。是，连接性啊，连接性感觉没有那么的流畅。好，这个时候还是先用进攻拿回了分数哦。台电其实近期的状况不错哈，在这个上周的比赛哈，然后连续直落尔都击败了中前。是。好，攻击再得手。就像我们讲到，110造这些年轻的球员，这每一场比赛的开局的这个，应该说开场的第一局哦，其实打得都很顺畅这样子。对，就很敢打哈。对。后给好啊，我觉得像110造，其实像以这颗球来讲，我觉得他们应该要继续做后续的动作，不管这颗球落地了没，他其实是还可以去尝试做第2颗球卡把的，而不是只有站在场边。其实还有机会。对，还有机会可以去碰碰看，对。快攻。小吊好，再把机会，看一下好球哦，这硬哦，对，界内哦，哇！一文选择了一个长线哦，其实是非常不好防守的，因为其实
多半的防守球员不太可能会站在底线等，他们会去找拦网的洞啊。那像艺文这样子比较高打点的，其实在防守端确实是会看不到他的出手哦。经验上的处理球，对，好像在这个防守上突然间也有点乱了阵脚。没错，佑勋其实曾经也是去年的极速超跑的一个很棒的选手哦。那今年他加入台电，其实也帮助了台电这边攻击端有非常大的一些表现哦。好，黄金圈上刘玉纯下，这个现在是追分的关键时刻哦。台电在第1局大概都维持到2、3球的差距，一直没有能够追进啊，需要一波的攻势。对吧？洪家耀也上。哇哦，很敢打哦，不过出界。陆顺教练这边选择了一个拦网触球的挑战。好，这我们在第1局的第1次挑战哦。不过这挑战同时感觉上也像是一个暂停的运用。没错，可以赶紧的第一时间跟选手讲说有什么战术哦。非常的接近哈，不过非常的接近，对，非常的接近啊。不过这个挑战是失败的。是。葡萄教练团这边认为说，是有一点 touch 到的，对，好，自己有没有 touch 就有球员自己知道。就因为刚才就他看这个画面，他感觉似乎是有了，对。但是这个解读就比还是要尊重裁判方的这边。哦，所以还是请求了暂停。不过我倒是觉得刚才这个挑战的这个案例哦，其实会蛮多的讨论，就是比如说有没有碰到。我们其实看到，其实不只是排球，有蛮多运动都是这样。对，就是我们在请求所谓的 instant play， 就是电视重播辅助判决出来之后，大家看到奇怪，这个解读每个人不一样，比如碰到哪边或碰多少。好，这个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教练跟球员啊，比赛的就是执行比赛的人跟执行判决的人，他的观点跟看法可能会不太一样。对，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解读真的都不一样嘛。对，比如教练跟球员可能觉得好像有碰到一点点，就是有碰到。可是对于要做裁定的人，他会很确定说这个是要很明确，好，我可以看得很清楚，真的有碰到或真的没有碰到，才能够做改判。对，没关系。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一刻也结束了，那也有判决，那我们就往下一刻迈进。好，所以这是台电的机会哈。18比19，加油，继续发球。修正球，再教陈毅，有了哦。对，今天陈毅其实有去尝试想要打touch out哦，不过在前几颗球其实都是outside的哦，这颗总算是有打到学姐的手了。对，把球看起来是往上打哦。是。好，让江承毅来发球，所以简英文先下来休息。哇，佑群这边整个在拦网上是非常有攻击性的哦。我觉得稍微有点可惜的是，伊利这边卡巴其实还是有办法再卡巴起来，继续做下一波进攻的哦。我感觉他前面内球，感觉陈毅好像是把球送到对方手上去拦回来。是。大鼓，好球，好球。好，
其实真的不得不说，今天毅力在第一局整个在攻势上的连畅性跟连贯度是比台电来的好哦。对，没错，整个在举球员的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哦，都还是一切都很顺畅哦。好王，哎呀，这个接发球直接送到对方手上了。对，但是台电这边也要继续做后续的防守哦。哦，没有挑战，是请求了暂停啊。是。好，我们看一下，在这个分数上面啊，台电其实在这段期间其实追得很紧哦，但是在19、20这个关键的分数，让1营造连续拿了2球啊，包含一个陈毅。哦，另外刚才在接发球的这种隐形失误啊，直接在对方的拦网中，这个直接把球送给了对方，所以现在来到了3分的差距。那以局末来讲，3分差距其实就稍微有点大。对，没错，尤其在后半段哦，其实真的也是要比谁的失误少哦。那现在台电目前有这2颗的应该算接发球这颗失误来讲，确实是会影响蛮大的哦。对。排球现在这个节奏很快哈，这1、2个球其实就有可能去改变整个场上的态势。没错。接发啊，再一个。哎呀2号位。好，还有一次机会。来修正回来，看有没有机会。哎呀！感觉今天台电在最后这2球的接发球，其实都险象环生啊。对，目前感觉起来接发球以及防守是比较没有一个阵型的哦。对。然后再来是举球员以及攻击手搭配，感觉上也不是那么的顺畅哦。对。哇，连续攻了2次都被对方拦了回来，第3波在手。哇，陈平宇，哎呀，再打一个修正球。啊，连续3次进攻区都被硬生生拦了回来，第4波，哇哦，哇，出现了第1局的局末点，精彩。是，有时候女子组的比赛哦，就真的还是要比谁的耐性好哦。是，对，因为其实往往可能在3、4波过后，就会忘记卡瓦这件事情，可能就是像现在这个状况哦。所以其实我觉得梅梅他们也是很努力的，也是很有耐性的去打每一颗球，所以可以造成第1局现在有一个局末的一个优势。哇，你看从20分开始，毅力营造这个分差是5比1哦。那台电在第1局把暂停都给用光了。确实，刚才子华在正面的这个拦中啊，感觉上好像就像刚才梦话讲的，似乎台电这边就想的比较单纯哦，就直接这个球送到他正面。对，尤其子华的拦网的高度这么高，怎么没有直接卡吧？对，学姐讲一讲就要下去卡吧喽，学妹要加油一点。好，台电刘玉纯上。彭宇柔再回到场上， Serving for set， 5分差距，毅力营造第1个局末点的发球。陈毅。 再试一次，哎呀，换成后排攻击，陈平玉，北飞来一个，救起来，还有机会，这波比耐心了，是，陈平玉再尝试。 攻击，再换，哎呀，今天感觉这边的看一下最后这球出界，哇！我今天在台电这边4号的攻击的成功率不高哎。对，因为其实我感觉得到，像是举球员给大炮手，甚至是不管是后排是没有速度的，所以
如果你没有给攻击手速度的话，其实攻击手很难去借用这个速度来去做攻击的得分哦。这其实就是搭配上的一个失误。对，感觉上攻击手好像都在等。对，没错。哎呀，这个应该是有。对，因为举拳后排哦。应该有一个犯规了，所以直接这个分数给了台电哈。是。好，台电还有机会哦。救了2个局末点，还有机会，还有，哎呀，可惜都在网带下啊，这球就是打不起来。连过3关，好，投过身就过，有没有机会呢？啊，简英文再回到场上。刚好又轮转回来了哦。好，先过网，台电的机会。马云。换陈品宇来攻。哎呀！感觉上最后好像第2排的后排的球员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哦。对，或者是拦网自己需要转身去救球哦。是哇，这个确实蛮可惜的哈。感觉上刚才这个进攻机会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再继续把这个球给撑下去的。好，所以在第1局呢花了将近30分钟，毅力营造又是一个开门红，率先拿下第1局1比0。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一下在第一局的相关的数据哦。台电这边成功率其实不高哦，只有25%，而且不高之外，其实攻击的次数也是比毅力营造来的低。那比较大的一个看到左下方分数差距5分，而且交换冷静因子就是在一开始哦，台电6比4之后被毅力一波哦，这个分数压过去之后，那就由毅力一路领先到第一局的局尾。那么在分数上面哦，其实简艺文跟陈毅哦，在2号位跟4号位的得分的来源，其实算是源源不绝啊。是，尤其因为其实我对台电女排这边也非常的了解哦。那确实今天的台电这边哦，在整个进攻以及防守算是比较像是比较没有连结性、连贯性的哦。那反而是毅力这边，我觉得他们今天也没有说发挥得到特好，但是他们有保有一定的连结性。所以今天的第一局，毅力这边才可以得胜哦。而且毅力在第一局其实说真的是比较敢打了，你个人感觉他们包袱今天确实真的是比较小哈。对。台电在第一局感觉打的第一个是比较保守哦。你刚刚看到他的分数来源都是来自于对方的失误，是。那攻击的次数比例也比较少，是。哇，这毅力在一开始还是攻击的企图心依然很强哦。好，需要一个这样的快攻。对，感觉总算有比较配得到的一个速度的快攻哦。对，目前第一局刚刚是没看到的。对。哦，我记得我们在第一局哦，梦话就讲了，因为像在第一局送球、举球都给的像比较慢一点哦。是。哦，后给好球，有机会。修正右群，哦，这个角度虽然比较大，不过还是出界了。对。篮网的想法概念是对的啦哈，但是来球的磅数其实还是比较强。对。还有哦，哇，竟然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接。对，整个这就是有点像是防守端的连结性哦，因为其实大家配合都这么久了，应该都会有一个，真的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的人会进来接，不可能让这个球会直接落地哦。对，而且在这个地方不是很难处理的哦。是。好，罚球出界。
其实简单说，以台电的第一局有一些基本的分数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对，尤其像攻击的，感觉他们攻击是比较没有霸气，想要去得分哦。再加上刚刚其实有说到，其实在跟举球员端的这边的搭配是没有那么顺畅的哦。好，陈毅的接发球啊，没有处理好。台电4比2，再发，还是找陈毅，修正回来，交给简艺文，出界。是因为他们今年也是第一次交手哦，那我相信台电这边一定也做足了非常多的情搜哦，一定会把球都发给陈毅哦，因为毕竟陈毅在其他场比赛的接发球的到位率哦，稍微低一些，而且他如果接发球的话，确实一定会影响到他的进攻。对。OK。哇，今天倒是毅力的防守其实连接性蛮不错的。虽然说这球还是有台电拿下分数了。就有点可惜的是，刚刚在这个来回波的过程当中哦，在一个往上球哦，子华是用一个轻点的方式把它调过来，这就真的比较可惜哦。不然这应该是一个必须要得分的关键球。好，所以毅力营造在第2局的开局打得并不顺哦，所以先请求一个暂停。喂，去跑一跑，没事，去跑一跑了。好，这些暂停其实，在毅力这边也没有这个真的去交代太多的事情啊，主要是让球员先缓一下。是，不过刚刚其实有听到雍顺教练有提到，像我刚刚提到的那颗往上球哦，他应该是要选择可能再组织一波进攻搭配，而不是直接把球点过去哦。往上球，哎呀！是引起这边可能也有注意到对方的举球员是后排哦，所以他也没有跟着靠网球一起跳，反而是去注意中间手，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棒的表现。哇！不过在第2局的一开始哈，这个台电至少拉出了一波进攻啊，还好毅力在这一分呢，硬是让学姐这个吞了下去。哇！刚才连拿5分。简艺文发球，平贴球，对陈毅的拿手攻势哦，就是一定是利用学姐的拦网手来做一个touch out的进攻。右群依旧还是经验非常好的处理这颗球，因为其实这颗球举起来，感觉也是球速比较慢哦。那他自己其实也被举球有点调到的方式来去处理这颗长攻球。这个有一句话很简单，就是看事办事。看这球，对，看球怎么来啊，怎么处理。对。但偶尔看事办事可以啊，常常这样的话就变成一直在见招拆招。对，感觉互相都有点不稳定、不确定的感觉，其实也不太好。哇，这个也发的比较长了，两边都想要尝试发后排，把球都发出界。好，右群的发球，今天的攻击次数不多，但成功率高。打快攻，后排。好，还有先过网，后来再踹。第2局打起来，确实感觉在台电这边是比较灵活的，在运用每一个攻击手哦，包括在整个搭配的球速也稍微有快一些，所以今天在第2局有这样子的攻势，
比较像是台电比较以往的正常发挥哦。对。我在这一局，其实蔡佑群的表现就是看着就蛮稳定的哈，是帮助球队在攻守都拿到了一些分数。哇，这个已经站在线边了。再往前稍有 touch 到，不然陈毅其实想要站在底线来救这一球。对，因为陈毅可能也有想到说学姐是比较走 touch out 的一个进攻哦，所以他是先往外区来守这个 touch out。一零照这边做人员的调度，让张云珍下。哇，台电在这一波是连续的上分哦。哎呀，接了危险。Chance ball。在正面这球再硬是扣了回去了，所以台电在第2局其实修正的就很快。是，不过像这样子的 chance ball， 应该在那个雨柔这边哦，确实也接得太急了哦。就刚才感觉在往前双方是一阵兵荒马乱，对，都有点慌乱。对，感觉得分不是那么的准确，干净利落哈。对，感觉还不知道会不会得分的那种感觉。好，这一次总算在连接上啊，这伊利的攻击就比较连贯、比较流畅了。吴子华一样还是在他最熟悉的位置。哇，在这局的分差就稍微有点拉开了。北非来一个后排处理，一样是后排，爬网过了。婉云，后 K， 哇，这刚好是打在伊利正面的手上哦。对，其实就是整个又是有点耐心的问题哦，在这么多来回波当中哦，能不能够在这么慌乱的时候，还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哦？这防守方早就以逸待劳、守株待兔了。是。好，机会给了伊利营造。射正球。哇，这波守得漂亮哦！哇，这一拍台电拿得很辛苦啊。对。毕竟平宇这边的攻击哦，也是面对学姐这边，英起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拦网哦，所以在几波攻势下，我相信平宇自己的体能也是会有点下降哦，那他打点自然就会下降。突然间改变了一下节奏，子华这球拨得很聪明哦。对，其实婉云虽然去年是担任自由球员的一个角色哦，但是我一直觉得他其实是攻击是一个非常聪明的选手哦。那他知道他自己硬打其实没办法得分，他就会去改变他的节奏哦。我这局台电真的在攻击上是比较强势一点哦，有比较多的不一样的组合了。对，搭配的节奏好，其实台电的攻击手哦，也是很有经验的。对，所以其实就是差在举球员，你是要给他们怎么样的球，让他们去发挥哦。这是今天比较大的问题哦。对。确实台电今天就是一直在修正，好，然后这个举球员也不是说没有给到，但感觉上好像今天在几个前排的攻击手在举球员连接过来的时候，
好像都不是这个最好的攻击点，或是最好的攻击高度。对。包括有些不论是攻击得分哦，或者是来来回回的一个过程当中，得分来讲都不是那么的确切，感觉都是有点不小心，蛮遭遇战的，很机遇战的感觉哈。把握度没有这么的高。好，在这段期间呢，也抓到了1-0营造啊，在防守上面稍微有点失去专注度。不过是不是换血的球队其实本来就会经历这样子的一段期间？对，一定是的，尤其像是在像我刚刚说，其实球场上换一个人，其实整个球队上的整个经验啊，或者是默契来讲，一定都会差非常多。好，在第2局，台电依然保持着一个大概5到7分的领先。选择放掉出界。吴小佩的发球。单人的右旋拦网得分。觉得今天在毅力这边的攻击艺文哦，感觉他也是打得比较保守一点哦，没有像在前一两周在苗栗的时候对战金华是整个自信是满满的哦，所以我希望今天他可以稍微再多一点自信来对学姐这边的进攻再强势一点。对，我感觉今天做给简艺文的机会也没有那么多。对。哇，很快来到了第2局的局末了哦。台电在这一局抓到了毅力营造的一阵乱流，很快一下分数拉开，到达8分的差距。对，在彭玉楼这边的进攻确实有加快了最后一步的起跳哦，赶紧出手，因为感觉这颗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靠网哦。所以刚才在第1局快结束时，梦话就有提到，台电在第1局的节奏也打得有点，第一个太慢太保守，太慢，对。其实稍微把节奏加快之后，整个攻击流畅度就比第1局是有改善。对，其实他们也要去多尝试啊，因为毕竟换人嘛，像刚刚第1局是慧莹上场啊，那他们自己其实多少在用人在配球方面还是会有点没有办法像一开始的先发这样是这么顺畅的哦。那我想他们还是要去多做一些在搭配上的去多一点突破，然后多一点勇敢的去尝试哦，不然对上每一队哦，他们都会很辛苦的。好，这个时候要来提出挑战，有没有碰到标志杆呢？好，这个很快就有结果出来了，看起来是没有。目前今天2次挑战都没有成功。哦，第2局的分差点被拉开了。毅力营造我们刚才讲哦，在包含第1局在内哦，这场比赛在内，过去9场比赛有4场比赛，将近一半哦，是第1局都可以拿下。对。哦，但是都比较没有办法把他的攻势延续到第2局。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哦。过去3次啊，这个3场比，过去有3次拿下首局呢，第2局其实通通都被对方给追成了1-1。我们看看这场比赛会不会保持着这样子的惯例啊？Chance ball， 搭配一个快攻，好球。所以第2局台电的快攻开始比例也增加了哦。对，尹启也是今年加入台电高雄台电这边的一个小学妹哦。那我觉得她其实不只是只有今天表现，在前几场的表现，她也是不像学妹一样就是会怕怕的，她也是很勇于跟学姐一起沟通，看想要打什么球，我觉得这也是她一个很好的表现。好，毅力营造这边也换了一个快攻。对，其实我们也说了，其实毅力营造这边的快攻哦，确实是他们的强项，出手很快。那在拦网
拦网方这边呢，不能再有一个蹲的动作在起跳，尤其这种快攻，应该是要赶快手举起来做一个轻跳动作，赶快把拦住这个球哦。哎呀，哦，还有过网哦。Chance ball 快攻，球没抓到点，反而是造成了毅力营造后排中攻击的机会。陈毅发球14-21，直接送到对方往前，再给蔡佑群。高雄台电提出了硬赛、奥赛的挑战。那第一时间是给了一个outside哈，是。那看一下毅力营造这个挑战。有8分的差距哦。那在第一局的分差呢是25-20哦。看一下，在最后压线，哇，是界内哦。所以毅力的挑战是失败的。所以依然是22-14。蔡佑群发球，渐渐来到第2局的尾段，这快攻被抓到，快攻，短云，后排的雨楼换边攻，连续的第3波攻击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但是会感觉得到今天的台电玉纯这边在配球哦，感觉比较像是今天这边没办法得分，然后再换这边，然后再换这边的感觉。当然不是说不行这样子啊，只是会觉得说这个配球比较是没有故事性的。对，就是说没有你的配球没有办法让你的攻击球员有最好的发挥。对对，就是有点像是我今天打1颗没有得分。你可以再举给我啊，我第2颗我就可以得分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攻击手的一些自信啊，其实也是举球员这边必须要替攻击手养成的哦。好，所以再看一下，应该是往前哦。对。好，篮中这个位置。玉纯因为是左手的举球员，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自己的突破。好，第2局的局握点反而是由台电取得哦，有9分差。江晨一上啊，因为这个时候简艺文的功能就没有这么显著了。不过请求了暂停。你切啊！切啊！你再改一遍啊！来。把握，我们不用打什么，我们打开心的就好。为什么这样还要暂停？打一个气氛好一点啊，把你该做的事情要去做好啊。来了。这不得不说讲的还蛮实在的哈。对，其实教练也蛮可爱的，叫他们打得开心。但是教练刚刚有一点严肃的，连他脸都皱眉了，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教练讲的没有错啦，你就是面对学姐嘛，你是不管你有没有赢，你就是挑战学姐，那你也不用想太多，你到底是会输还是会赢，你就把你的本分给做好，然后把球队的气氛给打得活络起来，我觉得这才是排球很好看的一个地方的。其实这一个暂停是应该是为了第3局而叫的。你不能说让这一局的这个气氛一直笼罩着，然后带到第3局，所以他希望说这一球不管来回可以打得嗨一点点。对，没错，就至少
结束不是像一开始的那样子的气氛，就这样子就一面倒就结束了。对。好，不过这个虽然说多了一个来回啊，但台电还是让他们顺利拿到了这个时候场上有要提出挑战还是？对，没错，因为第一时间其实主审这边是判了一个奥赛哦，那赶紧这边台电这边再提出了硬赛奥的一个挑战。好，所以这个挑战会决定第2局是否台电就顺利拿下扳成1比1。不过整个在第2局伊利营造这边的气氛也都相对比较低迷哦。是。台电要挑战是不是界内？应该是蛮有机会。是。好，这今天的第1次的挑战成功，所以压在线上，那也让台电顺利了拿下第2局25比16，双方扳成了1比1。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ot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a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看到在第2局的数据啊，其实就蛮悬殊的哦，因为毕竟在分数上面也有比较大的差距，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在各方面，不论是攻击、拦网得分、失误的部分，甚至在这一局啊，最大的分差有来到9分的距离。是，尤其像刚刚有提到是，其实高雄台电这边在第2局的攻击搭配哦，确实是比第1局来的顺畅许多哦。那所以在得分上就会比较占上风啊。那也看到他们其实在多方的一些搭配上，很多点都是有得分的哦。对，所以就代表说，其实，在举球员这边也算是也比较有感去搭配每一个位置的攻击哦。前后排相对这个分数上比较平均了哈。第1局看来在后排就是攻得很辛苦，是。那第2局上不论是拦网啊，或者像刚才梦话讲的这个举球员在给球上面也让比较多的队友有参与到进攻了。是。好，看到第3局，首先是由伊利发球，还是婉云这个点，快攻。婉云的处理球，这球打了就比较聪明了哦。对，有感觉出来，虽然现在是有比较多波的来回波哦，但是在婉云的进攻哦，他也都是很不疾不徐的去处理每一颗球哦，不管是强攻或者是小球，他能都去掌握的节奏都是蛮好的哦。不过今天的攻击成功率没有说真的太高哦，这27%。是。那也是像我们在一开赛提到的，因为毕竟双方在感觉上、经验上是有差距的，所以一开始1-0营造在第1局打得很嗨，那到第2局、第3局渐渐台电这边的经验优势就有点展现出来。对，因为其实就像是1-0营造这边的一个心态吧，因为就如刚刚有提到说，其实他们都是赢在第1局，然后第2局开始可能有几颗表现的比较没有那么好，那他们自己自信可能比较不好的情况下，就会心态都会比较脆弱一点点吧，就会比较下滑一些。对。那在今年的数据，前面9场比赛，伊利有4场比赛是拿到了第1局，但这4场比赛第1局之后呢，就第2局都是被对方给追平。对，不过不得不提的是，今年的毅力哦，确实也让学姐其实吓出了一身冷汗哦，应该都会觉得说，跟以往的青年队比较不一样，是他们今年的连结是做得非常好哦，以及在举球员在跟攻击手搭配也都是相当的灵活哦。对，攻击的能量其实以这批年轻球员来讲是蛮强的哦。对，尤其是他们其实身高几支的攻击手也都是身高都很高哦。这应该往前应该有碰到了。对，不过裁判是判出了4级球哦。那这边的毅力教练是想要去挑战拦网触球。看有没有碰到哈。是。这场比赛双方目前共提出4次挑战啊，在第2局局尾那个挑战呢是这个胜利打点哦，就是挑战成功直接带走这一局。对。好，这个挑战是成功的。对。确实，现在有了这个的辅助的系统哦，鹰眼的辅助系统哦，在很多比较不明确的球，确实是让球赛可以进行的空间也比较大哦。好，那这一分就要重打了。
接外回救，哎呀！所以梦幻，你看以现在这个状况哦，我记得我们在第2局的局尾，毅力这边的教练团只有喊一个暂停啊，希望他们在整个心态上、气势上面能够嗨一点，是，因为不然第2局的分数因为拉得有点开哈，对，这个让大家有点死气沉沉。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在场上，是可以让现在不要好像是学姐台电这边一面倒把分数有点要拉开的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心态很重要，但是最重要，我觉得都是声音。对你没有声音的连接，你没有声音上的鼓励，大家都是很安静的打球的话，整个其实球队的气氛一定都是不会好起来的。都多了必须还是要有很多的沟通吧。对，但有时候人的心理就很奇怪，有时候就是讲不出话来，然后不知道该讲什么，甚至在失误的时候失误的莫名其妙，然后也不知道该讲什么。就我觉得球赛啊，跟球队整个都是很奇妙的啦。那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有一个人要勇敢的发声哦。而且感觉上在场上出声音这件事情，似乎我觉得年轻的球员好像又比较少做到。对，确实。就有时候有点像是今天赢了球赛，大家很开心，稍微都会有点忘记这过程中其实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今天一输球了，很多问题都会被放大。哦，对，没错，赢球都会掩盖很多的问题哈。对。对，稍微没有开掉，对，没有掌握到球哦。现在感觉开场是高雄台电这边有一点点的小乱流哦。因为前1局的分数拉得比较开哦，所以第3局的开局就显得对毅力来讲就比较重要了。对，罚球上的失误。洪友发球，在今天的攻击成功率把握度不错，42%。后排的一个踩线犯规哦，想法是蛮不错的，是，确实看到了在对方在场中的一个真空啊，在应该是靠近5号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空档。好，不过犯规之后，毅力取得发球权。对，佑群在整个攻势上哦，确实是比较让人摸不着头绪的，因为他其实也不会一昧的往场内打哦，他一直都很想要借由对方的拦网的手去做一个 touch out 的进攻哦。对，感觉上台电好像在第2局开始有点改变他们在攻击上面的想法哦。对，因为其实只要举球员敢举，我们的攻击手绝对在发挥上是没有问题的哦。因为发现第1局台电几个强攻其实都没有太好的效果哦，就直接改成了这个打出界的方式。对，因为一直以来其实高雄台电这边的攻击手哦都是身经百战了，已经打了7年，也打了蛮多年了。那现在稍微有一点可惜的是，在举球员搭配可以再多一点变化，多一点球速，这些都是可以让高雄台电可以打得更顺畅的一个点哦。陈毅，其实，在第2局开始，陈毅这个地方的攻击效率下降，然后简逸文呢，这个球送不太到他那边。对，因为其实虽然他们今年是第1次交手，但是我相信高雄台电对于毅力营造这边的情愫，一定也是在陈毅身上一定有一定的轻松。对，那你知道他是打这种touch out的选手，在拦网上呢，就会对他做一点不一样的调整。那包括其实像在高雄台电拦网啊，确实也是他们比较
属于强项的一个技术哦，不管是在高度啊，甚至是拦网的时机等等，这些一定都是高雄台电这边的强项。那所以在毅力营造这边要在攻击上得分，确实是会比较辛苦。好，马德荣的发球。 我双方的篮中好像在整个第3局都没有太多的镜头出现。对，没错。所以马德荣刚来发球之后下来休息，10比6，台电发球。啊，分差来到了5分。对，确实今天在毅力营造这边的接发球哦，高雄台电确实给了毅力营造一点压力哦，球都没有办法好好接到位的情况下，确实就不能使用快攻哦。毅力营造张一成毅上，张庭伟下，台电持续发球，这球打在网带上过网。 往上球，刚好在正面，是 easy play 吃下这1分。毅力营造必须再请求暂停了。是。 好在今天得分比较多的选手啊，台电虽然在第1局的攻击算是相对的比较零星，不过2、3局开始哦，就渐渐集中在蔡友群的身上。胡小佩拿到8分，那徐婉云的第1局也是热机热的比较慢，2、3局开始分数进账的也不少，目前也得到8分。哇，总算就有做给简艺文的机会了哦。是。 感觉今天给艺文的球也真的比较少一些哦，对，不然像记得我们上次在苗栗巨蛋在播报的时候，其实他的得分数是很高的哦。对。不过面对对手不一样啊，因为他们那时候对战到的是金华哦，那金华其实比较偏向是比较矮小的一个球队哦，当然阵中也有几位高的，但是相对起来，台电这边的成员的高度哦，应该会给毅力营造这边也有点压力哦。而且台电这边身高在前排是比较平均的哈。是。修正还是给后排，打得很巧，吊过网。 连续2次都尝试吊球，不过这次看一下，还是靠着徐婉柔啊，在靠近2号位置的发动，4号位置的发动，是婉瑜这个非常巧妙的一个，稍微也不是强攻的一个进攻哦，确实是可以等到拦网稍微出手的时候，他才做一个进攻，确实是可以影响到毅力的拦网的节奏哦。这球就是蛮惊艳的了。是。13比7。感觉台电渐渐现在知道毅力的这整个动线哦，不过毅力这一次还是靠着陈义德，他需要把这个分数给要了下来。 对，不过今天毅力营造这边整体的接发球哦，确实还要再加强一些哦。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接发球，就没有办法使用快攻，甚至是做一个快攻的掩护来让长攻去进行攻击哦。
好，这一次双方在这一次的分数上面啊是互有来回。也可以把角度给带开啊。这还是由彭宇柔扣下了扳机。先球过网，拉高度，争取时间，往前快攻，还有，哦，台电这边连救了2个回合，在第3波再来，哇！总算呢，这分拿的是辛苦，但是精彩。是。 今天其实真的蛮明显的感受得到，毅力在这边的攻击搭配也没有那么顺畅哦。嗯。哇，再往前自己稍微似乎在沟通上面有一些状况。对，台电这边的组织进攻搭配失误，毅力营造的好机会哦。 最后决定改走直线哦。那挑战吴子华，不过这球没有守下来。正面又是一个轻松的 easy play， 哦，就在眼前的分数，不拿白不拿。对，所以今天毅力营造这边的接发球确实有出了一些状况哦。这2分有点掉得太快了。对。 哇！哎呀，然后运气又站在台电这一边，这个应该是一个 lucky ball。不过我觉得再怎么样的爬网球，一定要有一个人去跟着球哦，因为其实也是会有这样的状况。看到这个球其实已经在网带上，那还是要稍微做一下跟的一个动作哦。往上球。 又一个来来回回，这3、4分都让台电这边太轻易得分了哦。接发球真的有点状况哦。是。其实也不过在1分钟前啊，这个分数哦是10比14哦，才差到3、4分的距离。哇！突然间被台电一口气啊，一波流要带走了。快攻。 对，虽然说毅力这边的快攻是得分哦，但是也明显的感觉出来是稍微有点没有搭配到的哦。好，毅力营造让简一文上。哦，这也终止了台电在前一波4比0的攻势，11比18。 后排发动攻击，有没有碰到呢？对，婉瑜很想要挑战看看。他自己好像也没有太确定哦。对，因为其实他应该自己在出手的时候也稍微出手有点慢，没有打到球。我们常讲球员在场上的反应有时候是最直接的哈。对啊，如果这个场上的状况跟判决不一样的时候，有时候很快的球员会请示教练，希望能够来挑战。对。他们说有时候，这球员有时候不是很确定的时候，就教练团有时候会很挣扎。是，所以其实，在场上跟场下的沟通也很重要哦，因为其实打的人其实最了解嘛，因为他就攻击可以看到手，可以看到拦网的手，所以我相信婉云可能。 也想要挑战一下对方的拦网手指头哦，应该是没有。好，这次的挑战没有成功。不过因为分数现在刚好差距也比较大了，所以这次的挑战倒并不说真的这么重要。是。哎呦，这个接得很惊险。
在边线给后排。哇，台电的这一分其实算是拿的还蛮闲的哦。对，雍胜教练还是要挑战看看篮网有没有触到球哦。 在这两周都是在这个台电的主场周哈，所以在其实我们看下这一次的篮网，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哈，对，非常的清楚。那其实在，户外的一些这个活动的摊位啊，其实都可以来兑换或者是来抽台电的一些相关的，不论是看板啊、海报啊，在门口都有发放。对，因为他们今年的主题周其实是高雄市运发局这边有来办理的、哦，所以其实有结合蛮多，不只是排球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高雄市运发局的一些周边商品哦，我觉得都还是蛮值得让大家可以去看看，然后去完成一些小游戏，可以拿到一些小奖品哦。 台电20比12，还有 nice cover， 一支拦网。第二次尝试，2次都被台电封了下来，这时候一来一回，尝试背飞没有成功，拦中，硬是被盖了回来。哎呀！ 秦梦浩刚刚有讲到，在伊利营造这边，他们主要的强项或是比较得分比较有把握的，其实他们是有快攻。是，但好像也是今天在这个举球部分，好像没有帮前排制造太多机会。对，因为有一点不一样，是德容这边其实跟其他2位的，不管是嘉文的攻击出手又不太一样，像德容就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在以往的嘉文啊，或是子华这边的快攻，其实他们出手是非常快的哦。 几次感觉攻击都打到对方布阵里面了。是。要处理球，哇！好，有点混乱，但后排先球过网，重新组织。贝飞打得很巧，吊球，再踹一次，连续3次都被台电给守了下来。这个时候换成徐婉云，不过出界。 对，婉云这边也是想说要挑战一下，看篮网有没有出球。不过感觉第2局开始到第3局，台电的防守就比较正常了哈。对，因为我想他们应该是在篮网上有做一点调整哦，因为其实。 一队防守好，一定是篮网有好。你的篮网先有布阵布好了，其他选手才能够去找洞啊，或是找对方可能会出手的路线去防守哦。所以我相信他们在第1局结束后哦，一定有对这个篮网的部分稍微有重新沟通了一下。哦，台电这次挑战是成功的哦。是。 雍胜教练这边也想要去挑战，有没有触网？是，哦，是，对对对。因为台电这个挑战，它因为刚才这球是已经落地了哈，所以不用重打，所以挑战成功的话可以直接拿到分数。对。那只好伊利这边只好也来挑战看看有没有触网。对。哦，因为一样的状况。对。挑战成功也一样，就分数就转换。 确实啊，其实教练其实也在动头脑哦，因为像雍胜教练其实跟对面的小毛教练都是同一届的选手，包括我也是，我们都是同一届选手。那其实我们的想法跟思维其实都会比较相近一点，就会比较是现在会面对现在需要怎么样的球技，然后给予选手怎么样的指导，包括在像一些那种像情绪上的啊，或者是球场上会有什么状况啊，其实。 都比较亲近于现在的年轻选手哦。
哦，台电今天的挑战成功率其实算高哦。对，其实目前毅力的挑战还没有成功过，但台电其实2次在局尾的挑战其实都拿到优势。哇，触网对，这网子晃下落的时候哦，对。哇，所以看起来第2局台电，第3局啊，台电应该要顺利拿下了。这个时候，毅力营造这边再度的请求暂停。你们那么高的人哦，你们只要做这个很简单的东西，就高度就这样。你就算这样摆，有跳到这样吗？不会啊，那动作缩小啦，缩短这个距离，然后去摸对方的球。好，刚才在右下方特别有一个今天总共挑战的这个成功率哦，台电在今天只有挑战3次，就成功了2次，很高哦，而且都是在第2局跟第3局局尾时要到啊这个准备要 close 那局的分数。啊，接球有点接歪了，局末点界内哦，所以在第一个 set play 背飞。高手台电拿下了第3局，这局的分数啊就已经拉开成了25比12，在局数上2比1领先毅力营造。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第3局依然是台电掌握大部分的优势所以这个分差就完全显现在数据上伊利营造在第3局攻击没有太多的进账攻击得到的分数跟失误的分数一来一回抵消，等于没来所以台电这边反而在攻击上面是大有斩获。那另外我们看到在伊利这边在整个第3局只有陈毅就得到2分，是全队最高所以这个地方差距就拉开了。对，没错，因为像我们刚刚有说到的其实在高雄台电在第3局的部分确实第2局的部分第3局的部分确实一定有将拦网这个部分有好好的重新沟通，因为其实很明显的看出来，他们刚在拦网的时候确实是很扎实的4只手来拦陈毅不管是陈毅还是毅文这边都是拦得非常的好那导致说让整个防守端也都是可以整个配合的很好好，先改变一下策略吊球吊过网。台电在今年因为前面的2场比赛其实都输给了金华，所以过去的传统强权在一开始赛季是2连败，不过接下来拿了3连胜。是。许婉云在今天第1局的攻击手感不是太理想，2、3局渐渐调整回来。一样，吊球就还有简逸文 ，touch out。整个第3局，毅力营造几乎没有快攻。对，因为他们在第3局的时候，接发球确实出现了一些状况球没有到位的话，就无法使用快攻所以毅力营造一直的问题就是在第1局开局都打得不错但是你看他第1局跟2、3局好像这个落差就很大。是。对，这边台电提出了挑战拦网触球。一开始还选择挑战的项目，还挣扎了一下，是，最后选择用拦网触球这个项目来做挑战。我刚才提到台电在开季的前2场比赛其实都吞下败仗，而且呢是在第2场比赛面对金华时呢，事实上是直落2，看起来已经要拿下比赛胜利，结果被对方连追了3局对，甚至第5局打到了16比14对。最后决定要改。挑战的是触及标志感。对，因为其实他们第一时间有跟裁判有稍微沟通一下，他们是要看雨柔这一颗攻击是有没有造成对方拦网碰到标志杆的一个进攻
其实有时候在这个分数，可能这分要选择挑战的时候，选择挑战的那个项目其实蛮重要的。对，尤其是像你要挑战的是 C 白色奥，还是要挑战拦网触球，其实都很蛮挣扎的、哦。其实在这个出界的部分相对是容易挑战，但是在往前，就像刚才哈，就是拦网触球、触及标志杆哦，或者是其实在往前上你就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了。对，其实这真的也是比较斗志的一个部分哦。这有时候就一句话，选择比努力更重要。选错了，可能挑战就算这画面放出来有啊，但是也很难对你有利形成有利的判决。是没错。对。那刚刚提到台电在今年赛季的第2场比赛啊，这个在台大体育馆，但那一周其实是蛮戏剧化的。好，我们看下这次的回放画面调出来了，有没有触及标志杆呢？对，因为是想要挑战一个是拦网，对方拦网先触到球才碰到标志杆，对。所以现在先看看裁判老师这边跟挑战系统这边的沟通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这次的判决只能说微妙啊。对。最终这边是判给了高雄台电分数哦。刚才特别我们的第一裁判把业力营造这边啊，这个有来叫过来说明哦。解释相关的状况，再传达给教练团。不过球员还是要在这个时候保持身体的热度啊。是。对，其实有时候就是在这么一瞬间哦。很难去说到底是先打到标志杆还是打到拦网者的手哦。对。不过最终我们还是遵从裁判的判决，这一分判给了高雄台电。好，2比2，台电发球。接近啊！好，这一球就干净利落。是。这次的搭配就有充分发挥基底的效果了。对。好球。对。确实还是要多运用一点拦网的手去得分哦，因为一直往场内打，其实梅梅他们的防守也都是有一定的水准，也很棒，连接也很棒。那如果让他们守起来又一直做进攻搭配的话，其实会对高雄台电来讲这边会比较吃力一点哦。后排来。后排往后给后。对，因为今天像我们今天有说，其实今天给艺文的球也稍微少了一些些。那你突然又给他，其实他手感没有那么热的状况下，就会比较容易失误哦。对。到这边发生了一点接呛子波的失误哦，感觉是2个人是没有沟通好，谁来接这颗球是有点互相的干扰到、影响到，造成这颗球接了霸包，让高雄台电这边轻易得分。其实伊利同样在第2局、第3局的一开始哦，都有这种比较应该说隐形的失误，好让台电在往前很快的拿到分数。是。
所以这要注意说，不能在一开始就被分数有点拉开了。是，哇，这几分台电上分就上得很快哦。对，这个搭配的攻势越来越流畅哦。虽然说不是最好的机会哦，但其实相对来讲，台电还是可以找得到可以攻击的几个点哦。对，就像我说，其实他们也是第一次交手，那台电这边在第一局可能也还在摸彼此、摸对方、摸毅力这边的打法啊，甚至是整个节奏上都还是要去调整哦。双方刚才有点兵荒马乱，对我看的也很混乱的，这个也没有，哎呀，都没有，其实都没有很好的一个进攻模式哦。对，感觉都是边打边找。对，感觉有点被刚刚那一颗挑战哦，大家都稍微有一点乱了阵脚，有点宕机了。对对对。快攻！好，最近这几分又给了毅力营造机会哦。对，刚刚那个挑战确实感觉影响了高雄台电这边的节奏哦。这双方常停的有点久哈。是。所以这也谈论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在挑战时机点。哇，这一拍没话讲。对。右群。挑战的时机点很重要。对，有时候当你打得很顺的时候，然后你的分数是持续上分，就这分其实即便可能未必能拿到，但是有的时候教练他可能会选择我就先不挑战。对，因为我现在分数一直上分，手感很好。对，就算我接发球，但是我一个转换，搞不好攻手就变攻了。是。后排踩线。对。今天台电第2次发生这样的失误了。对，也是同一个人，就是他，洪宇柔。是不是就是有点太进攻太有企图心？确实，因为其实他今天的进攻都在前排进攻都是有效得分哦。那我在想他在打后排的时候也是想要积极进攻得分，所以导致会有这样的失误哦。婉云在整个攻势还是非常的强悍哦，虽然他的个子头不是那么的高哦，不过跳起来却是蛮犀利的哦。对，他确实手感有加温哈。对，1、2、3、4局现在是整个成功率是往上拉的。对，毕竟他的高中时期也是有一个小钢炮之称。哦，那确实是很有这个味道哈。对。哇，终于。做给简一文这样的机会不多哦，所以要好好珍惜跟把握。对，也希望这个后排的攻击可以带动起一文的攻击端。他确实场上的这个制高点哦，如果说有做到的话，其实他的把握度还是好的。是，尤其现在他轮到了前排哦，所以以一个举球员的一个角色哦，在写故事本来就是该这样子，他在得分嘛，那就给他在这一波应该就是要多给他得分。哇，不过这个发球其实有点发的，虽然说发的比较短哦，在前排就变成直接是一个机会。对，举球员左手确实是会有个优势哦。刘玉成发球，好，第一次进攻被盖了回来，这一次哇没过网。那像这样子的往上处理球哦。就其实很明显的感觉到，毅力这边对于球的掌握度以及感觉就真是经验比较少一点点啦，对。就是在第一局哦，毅力营造的节奏打得很快啊，分数拿得很快。可是2、3、4局，我觉得有同一个状况是，当这个僵持跟对抗来回比较多的时候，毅力比较容易自乱阵脚，会自己把这个分数给放掉。对，毕竟高雄台电这边的经验来讲啊，都优于毅力营造，所以在整个得分的把握度上，一定都会比毅力营造来的高很多哦。张成伟今天跟张庭伟跟江承义今天2个人不断做对位换人了。是。第2拍再来，哎，就是这样子的失误也会让球队的士气没有办法一直提升哦。
不过教练这边选择了拦网触球，看刚刚艺文这一个往上球是有没有造成高雄台电这边的拦网触球。那因为刚才艺文是连续的2次攻击哈，那第一次攻击这个地方挡回来，那第2次攻击的时候，他觉得说在他头顶上，他觉得有机会，可是像毕竟这第一时间是给看一下，对，应该是没有，应该没有了哈。他稍微有点太急的起跳了，应该是可以做一个退一步再往上起跳，他才有足够的空间去做弹跳，然后以及这个出手才会比较来得恰当啊。他太急着要起跳喽，所以感觉上好像还没有到最高点。对对对。好，这时候让台电再取回发球权。快攻被拦了回来，第1次、第2次往后举，给2号。好，这边换陈毅发球。哇，今天的攻击成功率，这个被学姐这个有点被针对到了，是就30%不到的攻击成功率哦。对，蛮少见的哦，因为其实队中的毅力造队中的攻击手哦，主要都会是落在于陈毅啊，或是平宇，甚至是艺文身上哦。那今天确实在台电这边确实对他们做了非常多拦网的功课哦。导致他们球居然就这样子失分了，我的天哪！怎么会？我的话都还没讲完。哎呀，这个是真的要不得的失误，害我下一个刚刚要讲什么，其实我也忘记了。对，怎么会突然间落地？对，天哪！还好干净的一个接发球到位，做一个非常强势的 A 快攻进攻得分。其实我觉得像梦话刚才讲的哈，今天台电其实确实在一整场比赛发生不少这样子的状况，可是他们其实没有让这样伤害扩大。对，他很快常常就下一球的分数很快就拿回来。对，其实，在对于比较好的经验的比较好以及经验比较好的球队，必须要在一个这样的失误之后赶快回神哦。那真的这种失误是不能延续下去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电今天虽然在整个攻守状况其实算是不少但是目前局数还是取得一个安全的领先，好，主要的原因。对对对。哎呀，这就直接举在了标志杆上。对，因为接发球波上面这边稍微有一点点状况哦，让举球员这边是很难处理的。好，只有3分差距，毅力今天其实是有机会的。第3局中段，简一文发球，今天看他得分攻击的次数其实并不多，结果直接发球挂网。哎呀！哇，最近这个美国是感恩节 Thanksgiving， 是现在台电应该蛮谢谢艺文送的大礼。是感恩节，我那天也在家里有吃鸡肉。哦，真的吗？对，我们家也有这一个一点点的，就是这种仪式感。哦。12比15，还是在射程范围之内哦，只有3分差距。我感觉毅力这些学妹们，我觉得打得有点闷了。对，我觉得第4局有点自己把自己打闷掉。对，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苗栗在播报他们的时候，其实气氛不是这样子的哦。对，那个时候输1赢3的时候很嗨哈。对对对，没错。哎呀！哎呦！徐阳云刚刚打到布阵，对，触网，在前排的廷伟这边，在举球的时候触网犯规，都是这种自己比较非受迫性的失误。对。所以有时候球队真的在场上这要摆1-2个嗨咖。对对对，我大概就是其中一个。对，
这个动画一直在这个方面角色扮演的很好，是从学生到职业端。对，有时候情绪比较紧绷的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讲一些不是球场上的话，可能问他们说，晚上要吃什么之类的。哦，赶快赢球，我要去吃饭。对，之类的，就是稍微放松一下大家的心情。对，伊利在第一局的开局开得很顺哈，那当时气氛很嗨，但2、3、4局感觉上掉下去之后，就没有人可以把他们拉起来。对，没错，很明显是他们都没有一些比较欢呼的一些开心的一些声音哦。后排，哇，这个如果分数1-2-3、1-2-3这样快速的上分，那这场比赛可能很快就又要结束喽。是。就2、3、4局都没有经过太多的抵抗跟挣扎哦。对。第一局的分数，双方只要咬的算是近25-22，伊利营造拿下第一局。但是在第2局分数就有点拉开，25-16，来到9分差。第3局更明显是25-12。哇，那这一局说着说着，刚刚又有一颗右群这边的发球得分哦。我们再看下一颗会不会得分？啊，也是一个失误，就是一个进攻上非受迫失误哦，快攻的机会做出来了。对，教练这边要求了拦网触球的挑战。所以台电有没有今天一日2胜呢？哦，看起来是对，有哦，手指尖有一个抖动的这个感觉出现。教练也是看得蛮清楚的。好，那所以这一分就给了伊利营造，同时要回发球权，13-20。哇，这接发球的往前就有点状况了哦，是有点滑倒吗？对，应该不是，应该是裁判判出了一个2级哦。那因为也是玉纯这边在举球的时候是接发球有点低，所以他有点跪着去举的状态上，稍微让地板有点湿的状况而已。对。哦，这是先2级之后才滑倒。对对对，有点太勉强了哦。好，伊利营造的机会来了，连拿3分。那婉云这边又想要提出挑战，也要尝试一个拦网触球。是。感觉也是有机会哦。是，挑战成功。哇，那这是一个蛮成功、蛮重要的挑战哦。是，因为这么一来，就马上要进入到最后比赛结束的射程范围了，21-14。台电发球，往前快攻机会。直接扣下扳机的吴子华，曹杰清在篮中这个位置机会不多，但是有做给他的把握度其实都还 OK。是。15-21。给球的角度有点低，我还是过网。简艺文，哦，抱歉，这应该是哦，对，确实是。艺文，对。哇，台电不要放纵的太早哦。是。伊利没有放弃哦。
小配一个前排的背飞 touch out 成功。何玉成发球，哇，这个发就接得很惊险，前排。好，这双陈毅发球，10营造是5分的差距啊。不过轮准上现在是对他们稍微有机会的。是，其实这几波有感觉10营造的气氛也稍微好一些哦。所以高雄台电这边一定要特别注意到。哇，这个发的很有威胁性，在界外区，挥到场内，哎呀！ 这一球真是化险为夷啊！是，还好在雨柔这边是很敢出手的哦。我眼看这一球搞不好要失误，要送分了。对，就硬是在往前手起刀落。23比17，要回了发球权。好，许慧颖的发球，今天其实表现的机会不多。是。 邱正佑群，打得很聪明，对，感觉就是已经准备好，看到那边有洞哦，然后就做一个轻扣小球。看到了在斜对角有一个空档，是，轻轻的放进了分数，来到赛末点24比17。台电有没有机会输1追3呢？哇，今天都是逆转的比赛哦。 修正球平玉，还有，过往，哎呀，哇，这个场边被椅子都飞出来了。对，教练其实反应也蛮快的哦。哇，不过在这个主场啊，要拿出这样子的精神哦，确实是这个刚才这个 play 有没有得分是一回事哦。对，好，看一下，弟弟这边再发动攻击，是平宇很聪明的往上打哦，去挑战了胡小佩的拦网哦，确实是让小佩有去碰到球哦。 对，现在10营造这边把于柔伟换上场哦，做一个发球。台电这边提出暂停。在拿到赛末点之后，10营造连续拿到2分。哇，今天在得分这边哦。 除了蔡佑群之外，另外徐婉云在第2局第3局开始手感加温。那反而是10营造这边，今天除了陈毅跟简艺文的发挥之外，陈平宇似乎在后面有点这个被队友神隐。对对对，尤其其实他们中间手其实应该也要在榜单上面的，其实就还蛮明显的感受出，其实今天他们球没有到位哦。靠网了，哇！哎呀，哇！结果是刚刚第一时间，其实丝线是这边举起了一个鳌赛的旗子哦。不过在主审这边是有一个，他有看到嘛，就是 save， 所以这一分还是判给了10营造。好，10营造连续的避开3个赛末点。
随后优群这边打了一个 touch out 哦，造成一个译文这边有拦到，结束了这一场的比赛哦。虽然说台电在这场比赛直落3啊，不过第4局最后要收尾的时候，其实收的是有点惊险的。是。好，那在这场比赛呢，台电呢一样是从落后开始追起，跟男子队的状况很像，先落后再追赶，输1赢3，所以也是演出了逆转。那今天呢，台电呢是1日2胜，那特别是在开季连续2场输给了金华之后呢，目前近期呢，这个就出赛6场的高雄台电呢是拉出了一波4连胜。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会，在广告之后看一下在台电这边的赛后访问。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Casami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
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那我们要来进行赛后访问。首先呢，我们跟这个丽云教练谈一下，因为第1局是先被110造拿下，对，可2、3、4局分数就有点拉开了。那中间的过程转折其实蛮大的，帮我们谈一下，在暂停或者在局间有没有跟选手讨论到什么部分？哦，当然是我们也是第一次跟毅力营造对战，那我们也比较不熟悉对方的可能整个攻击形态或者是防守形态。那在局间的时候就有特别提醒说，他们每个人攻击手的特性，然后我们应该要怎么去做应对，这样。对。好，那在一开始第1局其实是110营造拿下第1局。那台电这边在第1局感觉上相对打的是比较闷一点点，不过感觉上在这个右群这边的攻击，其实在后半段2、3、4局帮助球队蛮多的，手感又渐渐加温。那也谈一下，是不是像教练说的，就一开始可能双方比较没有那么熟悉？对，就是可能还没热起来吧。是。好，那另外一位他说，在整场比赛今天攻击的手感呢，还有今天整个比赛的氛围、比赛的感觉。今天就是后面跟举球员配的越来越顺，然后出手也越来越有信心这样子。好，那我们跟那个婉云聊一下，因为婉云这个是比较趣味性的问题哦，那个跟比赛可能比较没有关系。最近我看你在社群上面已经蛮活跃的，就有蛮多的影片啊，那跟队友有一些这个短影片，这也好的。那这个谈一下你拍片的灵感是从哪来的？没有吧，就是可能也会想要把这些乐趣记录下来。然后可能刚好跟学妹就很爱玩啊，然后就可能把跟学姐玩的一些影片啊、照片都可能做成一个影片，然后放在那个社群上面。所以是谁制作？是你制作比较多吗？加油做的，加油做的影片的。哦，那这个计划呢，是全队一起参与呢，还是？没有，大概就是我们2个自己在那边，自己在那边玩。哦，所以你们俩就本身就是同时间计划，然后兼演员跟制作这样，对不对了？对。好，蛮厉害的。好，那我们也恭喜台电在赛季开始是拿到2败嘛，就拿到4连胜。那也恭喜他们在今天呢一日男子、女子队都演出逆转的胜利，也谢谢大家。谢谢。好的，非常恭喜今天高雄台电哦，虽然是主场周哦，在上周也拿下2连胜，那今天的第1天也拿下胜利哦，那非常能够恭喜他们，是因为其实今天他们第1局打得比较不顺哦，我在猜想他们应该是教练设定的东西他们没有做到，包括像在拦网啊，甚至在发球的攻势上，应该是都没有造成毅力营造这边的威胁哦，那反倒是2、3、4局。台电这边可以打得比较顺利，也是因为他们在拦网确实已经做得非常好的布阵，包括在发球上也给了毅力营造这边相当大的威胁哦，所以才能够让毅力营造这边吞下了败仗哦。那我觉得今天毅力营造也稍微比较有一点失常吗？其实也不是，因为其实在高雄台电这边已经有对他们做非常足的功课，所以才让毅力营造打得这么辛苦哦。是，确实哦，我们看到刚才在这个得分的分布表哦，台电这边在4号的位置拿下了22分，占他们分数几乎快要在1/4的比例哦。对，所以确实是刚好找到一个突破点，就在这个地方做扩大，所以分数就快速的拉开。没错，尤其像毅力营造，其实他们有很强大的优势，像是快攻得分啊，或者是陈毅这边的大炮手，甚至是艺文这边的攻击手，其实很明显看到他们今天的得分率相当的低，然后再会去回看，其实他们接发
发球今天的到位率也相当的低哦。是，好，那我们在这场比赛转播呢到这边先告一段落了。那恭喜台电呢今天1日2胜。那不过我们稍微休息一会，稍后马上要看到的是男子组的赛事，由彰化3大有线要面对云林美金农。那请大家所有的球迷朋友稍事休息片刻，马上再回到我们的转播现场。我是欧柏林，跟我们的球迷梦话向您说声再会，我们稍后回来喽。